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可以说是广为人知的故事。日本将美国拉进战争的泥潭，为之后日本的战败敲响了丧钟。但鲜为人知的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日本曾在远东地区与苏联爆发过一场战争。正是这场令日本颜面扫地的战争，让日本高层打消了北进的计划，并且在二战期间不敢再招惹苏联，转而南下去打了彼时正在看戏的美国。这场战争就是洛门罕战役。洛门罕战役又称洛门坎战役、哈拉哈河战役，它是发生在1939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苏联在中蒙边界爆发的一场军事冲突。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扶持成立了一个伪满洲国。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觊觎，早在近代清末时就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出来。而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沙俄。1904年，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日本与沙俄在东北爆发了全面的日俄战争。彼时的日本和沙俄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有着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掠夺更多的殖民地，争当英法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而告终，中国东北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也被迫将侵占的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就让日本觉得拥有偌大领土的俄国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样子货。1931年，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实力大增，其野心也膨胀了起来。而中国的外蒙古独立之后，由苏联予以掌控，伪满洲国与蒙古相邻，并且分别驻有日本与苏联的军队，双方不可避免地产生军事摩擦。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订德日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两国开始紧密合作，在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重新瓜分世界、称霸全球的野心。彼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于打出共产主义旗帜的苏联本就敌意重重，因此德日公开反苏的举动，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可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任其发展，甚至予以支持。此时的日本并不将苏联放在眼里，在日本高层看来，苏联可能强于之前的沙俄，但侵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无疑更强。有着西伯利亚油田、广袤的森林、矿藏等战略资源的苏联远东地区，就是一块待咬的肥肉。日本关东军的假想敌就是驻守在中蒙边界的苏联红军。可是斯大林也不是白痴，他早在1938年10月就将完成换装的苏联红军第57军部署在蒙古境内。而苏联57军的对手，则是以好战和擅长进攻而闻名的关东军第23师团。其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曾在1919年被派往莫斯科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俄国通。小松原十分狂妄，甚至精心撰写过《如何与苏军作战》一文，引起了日本参谋本部的高度重视，被印刷成册发放到日本关东军各级指挥官手中学习。1938年，苏俄远东地区高层刘希科夫因为担心受到清洗，于是携带着机密情报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刘希科夫带给日本人最重要的情报，就是苏联在远东集结了几十万红军和1000几百架军用飞机。而至1938年6月底，日军在满洲、朝鲜的兵力仅有9个师团，另有2个师团在日本国内，其余的23个师团都部署在了对华战场上。为了防备苏联对日本作战，日本赶紧增加了关东军的兵力。1938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开进海拉尔，经过大半年的演习和训练，日本关东军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需要一个战争借口，就可以将直指苏联红军第57军的枪口和炮口调动起来。终于，1939年5月爆发的一次边境冲突，让日本关东军高层乐坏了，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1939年5月11日，蒙军第24国境警备队到达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人，为满洲国警备骑兵第3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士兵开枪阻击，并予以追赶，将蒙军的人和马群赶回到了西岸。逃回西岸的蒙古兵迅速组织反击，蒙军第7国境哨所的50余名骑兵攻占了设立在争议地区的伪满锡林陶拉盖哨所。驻扎在海拉尔的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欣喜若狂。5月13日晚，关东军第23师团的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带着104名骑兵、90名装甲兵到达距离洛门罕80多公里的甘珠尔庙，进行战前侦察，为作战而准备。
5月14日至15日，东巴百藏率领部队对着哈拉哈河以东的蒙军进攻。蒙军在伤亡30余名人员后主动后撤。蒙古国的边防部队打不过关东军，但是他背后站着苏联。根据苏蒙互助协定，苏联介入其中，立即将第11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将驻扎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一部调往哈拉哈河集合。苏联的飞机、坦克等部队不断向冲突地区集合。1939年5月28日拂晓，日本关东军第64联队一部约1058人，东巴百藏率领的搜索队约200人，即为满新安骑兵第1、2、8团各一部，悄然绕过蒙军前沿阵地，向其侧后包抄。日军偷袭得手，轻易就端掉了蒙军骑兵师司令部。但日本关东军还没来得及品尝胜利的喜悦，就被赶来增援的苏联坦克部队团团包围。日本骑兵面对着苏联的坦克装甲部队，根本无力抵抗。几番激战之后，日本骑兵连队就被苏军的机枪打成了筛子。那些纵马逃窜的日军骑兵也被跟随在其后的苏联坦克给炸得灰飞烟灭。日军搜索队损失惨重，115人阵亡，81人失踪，队长东巴百藏一遭不测。第64联队同样遭遇重创，151人战死，92人生死未卜。第一次诺门罕战役，日本骑兵连队就此覆灭。而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朱可夫元帅尚未抵达战场。6月18日，朱可夫被任命为第57特别军军长，迅速集结兵力，调配军备，并在多处建立野战机场。苏联战斗机开始与日军飞机展开空中对决。然而，小松原并未从首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在1939年6月20日率领23师团全体及第7师团主力再次向诺门罕进发。此次日军甚至动用了珍贵的第1战车师团和关东军航空部队主力，是要与苏联红军决一死战。然而，他们面对的是擅长坦克战术和大兵团作战的朱可夫，在辽阔的草原上与朱可夫较量，无异于班门弄斧。6月下旬，日军第23师团浩浩荡荡的进军，携带强大兵力与装备，意图一举拿下哈拉哈河西岸。然而7月上旬，当6000日军发起进攻时，朱可夫已严阵以待，以更强大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阵容展开3路反攻。日军坦克在苏军巨无霸般的坦克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仿佛孩童挑战巨人。苏军戏谑地称这些日军坦克为可爱的小土豆，并以碾压之势，无需开炮便将这些小土豆变成土豆泥。在陆军和坦克接连受挫后，关东军并未放弃，反而调集满洲各地的炮兵，意图在炮战上找回场子。7月22日，近1万名日军士兵在哈拉哈河东岸潜伏，等待炮击结束后的总攻。然而，在23日的总攻中，当数万名士兵高呼“万岁”冲向苏军阵地时，他们不仅遭到了苏军的炮火拦截，还遭到了自家炮兵的误伤。原来，日军炮兵临时决定延长炮击时间，却未通知前线部队。同时，由于苏军的无线电干扰，日军电台形同虚设，命令难以传达。当关东军航空兵的侦察机发现这一情况，并试图通知炮兵停止炮击时，由于无线电干扰，炮兵误将警告当作鼓励，打击更加猛烈。这场混战导致日军步兵连队损失惨重，战场上一片混乱。在诺门罕战场上，面对屡次的挫败，日军采取了极端手段。关东军调遣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该地区秘密发动细菌战。实景细菌部队派遣敢死队，在哈拉哈河中倾倒了重达22.5公斤的混合细菌，包括伤寒、霍乱、鼠疫等致命病原。然而，狡猾的日军低估了苏军的警觉性。苏联红军早有准备，通过饮用新鲜自来水而非哈拉哈河水，成功规避了这场细菌攻势。而不知情的日军士兵却因此陷入了瘟疫的漩涡，1340名士兵感染疾病，其中731部队的军医和敢死队员就有40多人因此丧命。为了迅速结束这场战役，苏军在8月20日星期日发起总攻。此时日军因军官休假而防备松懈，面对苏军的迅猛攻势，日军几乎无力抵抗，损失惨重。日本关东军紧急计划从华北战场调兵增援，是要与苏军决一死战。然而就在此时，欧洲局势发生了巨变，德国决定闪电袭击波兰，引发第2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区。鉴于日本与德国的同盟关系，以及诺门罕战役对苏联的挑衅，
苏联对德国产生了强烈的戒心。为了缓和局势，希特勒于1939年8月2日直接致电斯大林，提出改善苏德关系的建议。8月23日，两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此背景下，1939年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与苏联外长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于9月16日凌晨2时全面停火。战后，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官被免职，第23师团的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也因战败被撤职并开除军籍。这位战败的将领最终选择了日本武士的极端方式，在第23师团阵亡官兵墓前切腹自尽。鹿门罕之战，日军惨败，不得不放弃北进策略。一贯骄狂的日军在面对苏联军队时产生了心理障碍，日军绝了在与苏联开战的心，于是调转枪头袭击美国，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水。而一代名将朱可夫班师回国，从此在世界军事史上扬名。在打服了日本之后，苏联得以安心，将部队调往欧洲，全力应对之后德军的入侵。鹿门罕之战可以说是二战早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决定历史走向的精彩伏笔。